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阿哲回来了，蛇口成功抄底，大涨了20%。还记得上期视频阿哲的灵魂拷问吗？蛇口如果在175没有买入，那么重新回到181，你还会买吗？希望当时你的回答是买入。AMD 因为消息面的原因出现了出乎意料的上涨，但目前阿哲认为它进入到了短波段的风险区，不建议短线再买入了。美股也来到了5浪上涨目标的附近，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3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会讲解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通过技术面，我们来去看一下目前的短线和波段究竟处于风险还是机会。阿哲会用 K 线和纳指浪形以及日内的点位预测来去判断这一观点。在了解了有关于指数环境之后，阿哲会来到第2和第3部分，讲到个股解析。我们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标的的短线和波段攻略。希望今天阿哲的视频依旧能照常为您提供些许的帮助和思考。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需要有一些温馨的提醒。您会发现阿哲的目录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和方面它是比较多的，所以一般视频的时长会偏长。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亦或者您的时间不是很充足，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在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的时间轴都是阿哲一一对应去整理的。您点击所对应的时间轴，就可以快速观看您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以此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主要正式内容，我们继续看到防守阴线。所谓的防守阴线，就是市场明显的一个下跌。当阴线的收盘价比昨天阳线的低点还要低的时候，并且高点没有创阳线高点的时候，你都可以说它是一根防守阴线。这种阴线的高点能够被一根阳线后续短期最好是2到3天内快速突破，那么就说明短线机会到来，依旧能够看涨。而后这种阴线的高点在突破之前为压力，突破之后为支撑。所以这一天突破我们当时说它是买点。在突破之后出现了回踩没跌破，再次出现防守阴，而这一天突破构成再次的买入，短线再次看涨。而你会发现这一次买入之后，它是没有出现明显的大涨，而是在这个防守阴的高点之上反复的多次的回踩。如果把买点当天的回踩都算上，那其实它已经回踩了4次。一个支撑位，它如果能被反复回踩4次，它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谓的支撑，真正有效强烈的支撑，应该是股价碰到之后能够快速产生多头的反攻反应，而空头在这些位置容易去止盈去平仓。而当你发现有一个支撑位被反复触及时，那么就说明在这个位置上的多头不是很强，而空方并不是很怕。所以当前的一个短线上，阿哲认为多头是在反复的回踩当中在走弱，在变弱，而空方反而有所增强。通过最近所产生的这2次吊颈线能够发生这一点。盘中空方的一个打压的力度和多头去跑的一个速度是明显是比之前要快的。一旦有风吹草动，盘中就立刻跳水。那么阿哲的观点依旧是比较明确，就是当下的位置你做短线可以，你去买入可以，但不建议你的仓位加得太重。而如果您是做波段，来到这个位置应该做止盈，应该去寻找波段的减仓止盈的区间。而如果您怕卖出之后可能会卖飞行情，对于短线的投资者和波段的投资者，您的第一个防守位，您也同样可以以前面这一根阴线，也就是防守阴线的高点作为一个防守支撑。我们知道它有支撑，我们知道它反复被回踩不太好，但它确实撑住了，说明它是有效的。那么价格只要不是收阴线把它跌破，那你说阿哲我就想再拿一下，我想要看一下能不能再涨也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有那么根阴线开始跌破防守阴的高点，这个时候风险就很明确，你就不要再恋战了。这是对于 K 线的支持点的复习。而后我们来到纳指的浪形。我们在近期几个视频当中所讲的观点都是处于5浪的上行当中，而5浪作为推动浪当中的末尾浪，它其实也伴随着风险和机会。它的风险在于，一旦这里开始调整，有可能陷入到 A、B、C 的一个调整，那么调整的一个时间和空间是不小的。
它的机会在于，它哪怕是个五浪，只要它的级别够大，特别是日线、周线上的五浪，那么它的一个上涨空间也是很强劲的。你会发现，从市浪的低点开始上行到现在，其实这一个空间、这个利润是很大的，它根本不小。所以这也是所说的五浪的机会和风险，而目前还是以机会来看待。我们曾经说过它的目标位的计算，因为三浪这个二浪的起点到这一个小五浪的高点，你会发现三浪的一个幅度很明显比一浪是大很多，或者说时间长很多。所以三浪如果是延长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浪一和浪五的空间是有斐波那契关系的。我们之前说过，第一个目标呢是0.382的位置，而这个价位已经是被越过去了。只是在上期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越过去，但是它还没有站稳在20543.3。但阿哲在上期视频也说过，这个地方它只要站稳，它只要站住不跌回来，它的风险是不大的。那么也就说明它的一个目标位还要往上去看，看到谁呢？20916.6。而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它最新的行情图表，所以目前的股价已经很临近20916.6，也就是一浪的0.5倍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目前还差多少？也就200点不到。那么甚至呢，在周二这一根高开低走的假阴线中，它的最高价已经是非常临近了。当时呢是在20800多而已。所以对于0.5倍的空间，我们认为它是容易产生五浪高点的一个地方的。那么越靠近一浪的0.5倍空间的点位，这附近呢，它是风险为主，而机会反而越来越少，因为上涨空间在被压缩，除非在这里能够强势的一根阳线再次的突破0.5倍的空间，我们才能够往下去看到0.618它的一个一浪的空间21289.8，而在此之前，越是靠近这一个0.5倍的压力，我们越是要去小心，不要去随便的在此处去盲目加仓去买入。以上呢就是阿哲对于指数的防守阴线以及浪形的一个目标位上做了一些观点的更新和推进，希望对您能够有持续的一个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阿哲希望您照常为阿哲视频能够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假如您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裕，阿哲也同时希望能够收到老同学照常的评论，您宝贵的建议，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在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前提下，您可以点击我们的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它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只要点开这一个全部铃铛的选项，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都会在发布之后第一时间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任何一条的视频，而只要您订阅阿哲，阿哲会有3重的订阅福利赠送给您。那么至于这个福利是哪3重福利，阿哲会在后续的视频内容当中会给大家去提及。那么订阅粉丝观众想要领取到阿哲的粉丝订阅福利，你可以点击一下我们这一个首页的链接，它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点击之后找到助教，那么表明您的身份是订阅粉丝观众，您就可以领取所对应的福利信息了。在此呢，再次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评论，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二小节。第二小节呢是日内的撑压。阿哲平时会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去更新美股指数和一些个股它的当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以此去分析他们短线上的多空。目前你所看到的图板就是阿哲在昨天盘前所更新的，左边的这一条盘前信息就是粉丝福利的其中一重福利。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就可以找到助教，能够每天盘前去领取到这条信息。我们看一下昨天所讲到的内容。一般阿哲的盘前解析会分为3大类。第一部分就是阿哲日常的指数的分析。阿哲有讲到，在最近的情绪当中，很多时候是英伟达所去带动的，包括在周二的高开低走的阳线，也是很多芯片股呢去进行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标普和道琼斯已经是提前出现了强势下跌的阴线和市场的指数分化、个股分化。而英伟达作为这种情绪的风向标，它目前是处于神奇九转的第9根 K 线，而后有一个大缺口。这个缺口会不会是衰竭缺口呢？我们就要之后去进行发现，它会否去回补。而后加上又有一根10日星，它是决策阴线，所以这种种迹象说明英伟达呢在这个位置容易出现
比较明显的左侧风险，甚至呢是震荡或者说明显的调整。而如果连情绪的风向标都出现一些调整，那么相信很多个股也会纷纷的陷入调整，指数也很难走出继续的强势上涨目标。这是我们对于指数昨天的盘前解析。而在个股方面，阿哲就不去详细的讲了，因为这些个股在后续的个股环节，阿哲会每一只标的都去认真的去详细的去提及它的曾经的点位，以及后续我们的一个关键的策略。那么关于下面这一部分短线和波段一些个股的解析，阿哲就不去一一的强调了，因为在后续我们本视频的后半节，阿哲会把这些个股的内容也一一的去讲解。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一个点位的预测了。阿哲平时会把纳指和特斯拉以及英伟达这3只标的，它的支撑和压力位会在每天盘前去告知各位，它们都是当天最新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位。那么这一个撑压究竟是怎么去使用呢？其实很简单，你就看一下每天日线的收盘价对于这2个撑压点位它的一个反应。如果当天的收盘价超过了压力点，那么就说明多方强；跌破了支撑点，就说明多方弱。以此呢，我们可以去衍生出一个指标叫红绿灯。这个指标呢是阿哲平时每天盘前都会去进行更新，而盘中也会去观察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所有的一个内容，所有的一个原理都是根据盘前的这个点位而来。当股价当天的收盘价能够突破预测高点，说明多方强势的时候，当天会出现的是一个绿灯 K 线。而反之，如果当天的收盘价跌破了那个支撑的低点，那么就会出现红灯 K 线。所以绿灯代表多头，而红灯代表空头。这个指标不是让你去买在高点和卖在低点的，它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去每天关注好多空之间的短线博弈。它有一些简单和基础的用法，你可以用红灯意味着市场让你要减仓了，空方开始变强了，小心它的持续性。你可以用绿灯来去参考市场让你去做多了，多头开始变强了，你要去注意它能不能走得远一些。所以当绿灯出现的时候，它只要保持绿灯或者说无灯状态，就说明还是属于短线的多头强势。而当出现的是红灯，那么后续只要没有绿灯，就还是属于调整的周期。而当市场出现了一个红灯之后，第2天立马转为绿灯，一般意味着这是一个短线的买点。这是它的一些简单的使用技巧。现在我们看到本周这3个交易日它的红绿灯的表现，是不是在周一的时候就出现了再次的绿灯？那么股价呢重新转为强势的多头。在第2天和第3天我们都是无灯状态，说明目前还是绿灯的影响范围，多头短线还是占据优势的。在红灯出现之前，我们目前可以保持看多。那么红灯何时会出现呢？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的支撑是20618.78，这个点位阿哲今天盘前也会到时候写出来公布给各位。如果今天的收盘价最后是跌破了这个低点支撑，那么就说明这个绿灯涨到这里开始要小心风险出现了，它是一个减仓，是一个右侧的风险提醒。而除此之外，只要在这一个点位之上，亦或者是在预测高点20862.76之上收盘，那么都属于绿灯还持续，多头还持续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体来讲，右侧呢就还没有卖出信号和减仓信号。这是通过红绿灯我们建立的一套分析体系，能够给你多一个视角，在右侧的角度去分析市场的多空。这里要提醒一句，就是我们每天的点位呢都会有所更新，有所变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订阅粉丝观众，如果是老同学，您应该都有添加助教的联系方式。而如果是新同学，阿哲要教一下各位，您首先要确定一下，您是已经点击了订阅，已经是粉丝同学。而后您可以再看到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去发布的，在这一条评论当中有一条链接，这条链接呢就是助教老师他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而找到助教之后，您可以让助教邀请您进入到我们 TG 的专属于粉丝的一个频道组当中。阿哲会把每天的盘前解析作为广播发到这一个频道组当中，为大家去进行参考。而这呢是我们粉丝订阅观众的第一重福利。阿哲这里呢也详细讲一下我们订阅粉丝观众有哪些福利。刚才所讲到的第一个就是盘前解析和点位的预测会在频道组当中去发布。第2重福利呢也一样，会在每天我们 Telegram 的频道组当中去进行发送一些进阶的知识内容和内部的专享直播。这个直播呢，您在公开阿哲的频道当中是看不到的，它只有在这一个 TG 频道当中，您才会接收得到内部的直播链接，才能够去收听我们更加进阶的干货知识和一些行情的更加及时的分析。所以这2重福利都是在我们的 Telegram 的频道当中去进行公布。
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就记得要跟助教老师去赶快联系，而后去加入我们专属的 Telegram 的粉丝频道。那么第三重福利呢有所不同，它呢更多的是视频。它不在频道当中，您找到助教，直接让他发送给您就行了。这是试讲阿哲所录制的视频，是一些入门基础的买卖点的教学。而现在呢，阿哲把本周的一些内部课程的课表给大家去公布。您在我们的 Telegram 的粉丝群组当中，您可以收听到什么样的内部课呢？这个课表就是我们本月所安排的课表，从7月8号到7月的25号，7月底都有每天的课程。而在我们的内部频道当中，目前的课程已经进入到了这一节课程。像明天呢，还会有老师分享深度挖掘定位价值龙头的一个技术的交易技巧。我们本周的主题叫交易龙头，而下周的主题呢叫龙头派对。你只要是粉丝订阅观众，都能够收听到这一些专属于订阅粉丝观众的一些内部视频、内部课程。阿哲最希望的就是您订阅了阿哲频道之后，阿哲确确实实能够在技术分析这一个纬度上帮助到您，能够让您在技术分析上有所收获，这是阿哲唯一或者说首先最希望看到的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个股解析。个股解析呢，第一支标的我们要讲到特斯拉。对于目前的市场环境了解之后，在个股解析当中，您除了关注阿哲对于个股的点位的判断和买卖的依据之外，您还需要结合指数的环境。如果指数环境整体不是很看好，或者说整体呢它的上涨空间还不是很足的情况下，很多个股的买点，您记得仓位一定不要太重，或者说您尽可能就不要开太多新的多单了。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在前期的这一波下跌当中，我们说过 289.66 只要不去被有效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还是二浪的低点，以及它后续依旧在波段上有可能是三浪的启动主升浪的行情。所以在每次跌到 289.66 之后，我们是不是说尽可能找一些波段的低吸机会？最近这波反弹呢，还是有些超乎寻常的强。它呢基本上突破了前期下跌的这种趋势，而当前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在289这附近发生震荡而已，而相对更强势一点，可能它这一波就是扭转颓势。那么更加强势一点，它呢可能就是要回归170之上，重新呢让170往上去走，而后趋势走主升。不过这里要提醒，我们的主升浪很多时候不是测算出来的，不是预测出来的，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把趋势跟踪出来的。所以你想要长期看三浪主升，那么短线这里就不能够随便或轻易的走弱，所以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它在短线的资金和动能上怎么样去关注它会不会继续保持强势呢？我们当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有红绿灯的一个指示。昨天的这根阳线，它出现是个绿灯。我们说过，红灯转绿灯，它是构成买点的。那么这种买点呢，属于短线的买点，说明多头呢重新走强了。像前期在289附近，是不是曾经多次出现了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的这种表现？而当下呢又出现红灯转绿灯，说明这里的短线再次走强。那么另外一点要小心的就是。短线走强，但是短中期的一个波段它是产生压力的。图中的这个彩虹带是黄色带，它说明它是一个压力，并且它是作为一个空方的一个指引。目前的170均线向上走，那么长线是向上的，但是中短线还在调整。我们尽可能希望它快的转为紫色带，就像前期这一波反转一样。市场呢有一个黄色带转为了紫色带，但紫色带还不强劲。所以继续转为黄色带。当市场真正多头要走波段的时候，它的紫色带肯定会发上，肯定会变强，不像前面这里是比较窄的，或者说甚至还是往下走的。它肯定会要有一个向上的穿透，而后它不去跌落，反而转为支撑，这样才会中波段走出强势。而目前呢，还是持续的黄色的波段。那么这种情况下，空方占优，那么市场一旦临近这一个波段，就说明它会产生中期的压力。前期这里感觉很强势，那短线也是看涨的，为什么这里容易调整，容易是一个高点呢？就是因为中期波段它还是处于一个空头，那么目前也来到了曾经的那个位置，而后它还有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说明短线波段上是滞涨的，是一个风险区域，左侧超买了，所以这个过程你可以去做多，但是你做多的仓位不要重，因为这种位置随时有可能是一个空方波段主导下的一个高点反弹高点的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这根阴线产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做短线的获利兑现了。那么现在你要再次小心，我们一般对于这个波段突破是否能够有效，它是否能够由一个压力变成支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突破向上，突破2天而后站稳。像前期这里突破了第1天，突破了第2天，那么第2天这根 K 线它的高点是不能产生压力的，它的低点最好不要被跌破的。那你会发现它很快跌破了，重新回到飘带下了，所以这波大跌是由这个诱因而产生。现在又带了飘带附近，那么又出现了这种滞涨信号，这是突破的第1天。那今天呢是突破的第2天，有机会啊，如果今天不是站在这之上，重新跌破这个黄色带，重新跌回来，那么风险就还有。所以当前这里短线看似有机会，但是从中线来看，这个位置是一个压力风险，我们要随时小心它的一个转向。所以对于波段投资者来讲，这里最好可以等它向上的突破，而后飘带后续慢慢的改变颜色，回踩将是最完美的，或者说将是一个最好的回调机会。而在这里出现的短线买点，阿哲认为它的上涨空间可能已经不多了。这是对于整体趋势的研判。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红绿灯，目前是绿灯，你可以认为短线看多，但是如果后续出现红灯，你就要尽可能的去跑了，止损也要跑。那么红绿灯在今天的参考的价位是多少呢？低点的支撑是 317.145， 高点的压力是 328.025， 关注这2个数值，跌破 317.145， 那么再转为红灯，绿灯再转红灯，那么又结合中期的压力，短线的空头变强，那么这个地方反而是要小心成为波段的反弹高点的。而假如没有红灯呢，那么就继续以绿灯的角度短线看涨。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它的空间方面，在之前我们给过3个空间的目标位，178.54、171.09、160.65。那么在之前这里，我们160.65是有所压力，但是突破之后呢，它没有去跌落，而是站稳了几天，所以它的下一目标我们之前讲是 171.09， 而当前也到了。那么目前这根阴线10日星，它还是一个 TD9 的第9根 K 线，左侧的风险加上 171.09 的压力，目前也没有被有效突破，所以英伟达走到这里，不建议你没有买的去重新买，或者说你之前买了想在这里加仓也不太至于，除非能够出现不错的实体阳线涨到 171.09， 并且以此作为一个防守位，你才能够往上去做一笔短线多单，去看到 178.54， 否则的话呢，在这附近它还没有构成买入信号，它起码得要先涨到 171.09 上有实体阳才可以。这是空间上我们所认为的，在压力位附近频繁收10日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接下来从短线来看它的资金和动能，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那么它的一个波段呢就比特斯拉强很多，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一直处于一个紫色的飘带？那么紫色飘带它就意味着这个波段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多头趋势每次回调是不是都是机会？那么特斯拉目前就处于一个黄色飘带，而它只要上穿之后能够出现紫色飘带，那么后续的回踩都是机会。那目前的英伟达也是如此的，它是紫色飘带，中期、短期都是向好。那么只要它真的往下调，其实有的是买入机会，只要在这些关键位置有止跌信号，买点出现就行。而现在是脱离了飘带，有些乖离。那么当前是红灯后转绿灯，短线上我们说是的，多头转强，而后没有红灯，所以目前短线上呢还是保持多头向好的。但是在空间上，我们说压力附近，哪怕短线有再次走强，是不是它的买点不好啊？它的绿灯是一个阴线，是一个假阴线，所以当下来讲呢，英伟达除非你的成本之前就比较低，那么你可以去等一个红灯出现，否则的话呢，不建议去开新仓了，就作为情绪的关注就行了。我们看一下今天它会不会产生这个红绿灯呢？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70.135， 高点的压力是 172.985，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MD， 目前所看的是 AMD 的空间图表，在 133.059， 我们结合指标这个波段，是不是紫色的波段回踩出现机会？这是7月8号我们在财生频道当中所专门去讲解的。当时呢是在美股的盘中，因为阿哲这边是香港时间，
11:03啊，是美股的盘中。像 AMD 呢，也是处于跟英伟达一样的，是不是紫色飘带？紫色飘带每次回踩找止跌机会就行了。这一次，当时7月12号是不是也是踩到紫色飘带，有止跌机会？是不是这个地方阿哲当时讲的就是日线异动了，有止跌买点可以搏一波加速，盈亏比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它是不是从133.059的空间支撑一路向上？只是之前我们的目标呢看的是150.71，但是没想到有消息面的辅助，直接高开高走，把2个压力位都给破掉了。所以走到这里呢，已经超乎了阿哲一开始所看的目标位。那么后续所涨的都是意外的惊喜，所以在这一根长上影线的位置，阿哲也提醒了你可以开始波段减仓了。后面涨多少其实都是惊喜，但是我们的目标已经完成，开始可以执行减仓了。短波段到这里已经很满足了。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下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在哪里呢？阿哲给到的是166.19和168.56。那么在这个区间，只要AMD 的调整，或者说它不调整啊，只要它不去回落，去跌破150.71，阿哲觉得这种调整都是很强势的，都完全不会影响到趋势，短线上还是极强的。那么后续去打破168.56也是极大可能的，但前提是这个调整不要太深。而最强势的调整就是不破150.71，这属于极强势调整，再启动，那么去击穿168.56是有希望的。但你说阿哲，那我在直接这里买进，然后我去往上看168.56可以吗？就不太建议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偏追涨，而阿哲是不太希望追涨的。我们再通过资金和动能上看一下目前的短线方面，目前所看到是 AMD 的日线图表。前期呢，在回踩了一个紫色飘带，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短线买点加上波段的一个中期的支撑，是不是共振之下产生了这一波行情？那么这波行情出现了2个黄灯了，现在这也是为什么要小心了。黄灯说明波段上已经是滞涨的信号，只是没有被确认而已。那么像前期这一波短线的波动上涨，短波的上涨遇到黄 K， 是不是日线上的黄 K， 是不是已经要引发你的重视了？后续黄 K 一消失，一出现红灯，是不是风险就出现了呀？所以目前呢，已经开始可以做左侧的波段止盈，而右侧呢，可以等待红灯的产生。红灯何时会产生？我们看一下预测的值是156.465。那么今天你可以关注这一个低点。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跌破156.465，那大概率黄灯消失而红灯产生，那么这里将是调整的明确出现。那么高点的预测呢，就是163.975作为今天的预测高点压力。如果依旧能够收在这之中，亦或者是突破压力，那么短线上就还是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不建议去追涨，这一点一定要切记了。以上就是我们在第2部分特斯拉、英伟达、AMD 3者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阿哲会讲的快速一点，大部分个股可能只会给一些关键的点位和趋势的判定。除了第一只个股，阿哲会讲多一些。我们先看到第一只标的是Circle的图表，我们主要分析它的30分钟，因为它的日线呢比较的少 K 线，所以我们更多的先来看一下它的小级别。我们近期也是有4-5个视频都是重点讲了 Circle 的交易机会，从一开始讲176.401，也就是175附近呢容易产生市浪的一个底部，这个底部呢是一个大级别日线级别市浪的底，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去介入，开始去日内的去做多？而上期视频我们说过181要守住，只要守住，那么这个位置将会再次产生一浪上涨、二浪回调的二浪低点。有同学说，前面这里说是四浪，为什么这里是二浪？我们这个级别不太一样啊。这里说的一浪上涨是指的30分钟，这里的二浪回调也是30分钟，这个级别就比较小一点。好，那么近期的这一波上涨，它就属于3浪的主升行情，所以它的一个行情，它的波段就比较强、比较长、比较快速。而关于这里面的买点呢，我们是在7月12号在财神频道当中去明确的讲到了。阿哲其实有讲得很清楚，这一次的交易机会和前期大多数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5分钟是有2个买点，这种买点呢，你甚至可以先不设置止损，或者止损可以放远一点。我们更类似于之前在175附近的交易。建立在更大周期支撑下呢，用小周期先建立底仓，然后等待结构去影响大周期。那么5分钟呢有2次买点，买了之后呢就等30分钟的买点，而30分钟的买点
是不是在我们周一周二的时候也构成了？那么周三的时候就正式出现主升浪。那么当前中主升浪走完了没有？阿哲认为大概率还没有走完，但是这里已经开始有调整的需要。所以从短线来讲，昨天其实是有一点卖出信号的。等一下我们讲一下这个具体的行情解析时，跟大家去讲一下30分钟。我们先说空间上，它已经突破了一个阿哲认为的重要压力226.95和220.11。这个区间在昨天是快速、很迅速的突破，很强的突破，说明它是有效突破的概率是大大增加。那么它则为重要的压力转为重要的支撑。那么这波三浪走势有可能会拆分成三浪1、三浪2和三浪3，以及后续的三浪4和三浪5，有可能会走这种走势。那么怎么样去判定它更加有机会出现还有一个5的上升呢？这里就要看一下这一波回调，它不能调得太深。按照正常来讲，它是不应该调到前面2浪的区间之内的。但我们需要更强势的话呢，它不应该把前面已经突破的重要压力给重新的给踩漏。所以这波回调只要在这个区间之内就还是正常，它应该还有个5的一个上涨。而如果跌破的话呢，我们需要再另外寻找一些更加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些呢，阿哲会在财神频道当中后续有机会再去分享。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短线在实际的行情当中去分析。我们目前所看的是 Circle 的日线图表，在 Circle 的日线上，我们其实之前这一波下跌出现了蓝 K， 它是属于短线的抄底信号。蓝 K 呢属于短线超跌，白 K 属于波段超跌。那么当时这一波下跌跌到了175重要支撑后，出现了这种信号，而后有一个红灯加绿灯，是不是买点啊？蓝 K 被突破是不是买点？是不是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的一些交易信号？这一波调完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红灯加绿灯，是不是日线上级别其实也有红绿灯的一个短线交易信号？那我们再看到它的30分钟。30分钟呢，主要是从前面低位出现了一个聚宝盆，而后波段的低位加上一个白 K 突破，是不是 K 线异动加上资金异动而后产生的上涨？现在呢，有了一个上财童子，属于波段临近高位风险加上黄 K， 所以目前的30分钟一旦把昨天的这一根黄 K 跌破就是风险，那你会发现它已经跌破了。那跌破之后，这个风险我们就知道它产生有调整需要，这个调整它就最好别升，它不升的话呢，这个5浪才有更大机会能够走强，才能够走远。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关注的撑压点位，你其实还可以看一下30分钟的这个绿带，这个绿带目前的上沿是在223附近，差不多呢也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区间共振，所以只要回踩这个位置附近，它不去跌落太多，那么这个位置一旦止跌，是不是5浪容易出现啊？所以当前的 Circle 应该是还有机会的，但不管如何，在前期我们低位去埋伏的一个仓位走到这里，你都有20个点的盈利了，而且仓位不小的情况下，你说我直接在这里去卖掉5浪我不看了，那其实也可以的。我们说过，波段交易你其实没有必要去吃鱼尾的行情，所以一个短波段，甚至呢你的仓位还不低的情况下，有20个点已经很舒服了。而我们现在回到日线上，阿哲呢给一下大家日线的一个红绿灯的预测值。今天的一个股价只要不跌破一个预测低点217.26，那么就不是红灯，不是红灯呢，日线上问题就不大。那么高点的压力是255.638，那么关注这两个数值。不过一般来讲呢，我们更多去看30分钟作为方向，因为日线的波动太大了，你用日线来去做防守的话呢，你肯定会回吐很多的利润。以上呢就是 Circle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PLTR 在日线上，它也出现了连续的3根的黄 K。我们说黄 K 呢，它只要一出现，你就要知道了，它不适合再去买进了，因为黄 K 的产生说明波段上啊，这一波下方低位啊回踩了紫色带，后续出现了蓝 K 突破，这个短波段上走到这里已经是有点风险了，不应该随便在这里再去追涨。我们看下曾经出现黄 K 的位置，你看这一个短波段出现了黄 K， 是不是你开始就要小心了？短波段上涨出现黄 K， 你开始在这位置要小心了。一旦有黄 K 出现，它不是说一定会大跌，一定会升调，但至少你在这里去买进是很容易遇到调整的。所以你之前买可以，中间买可以，现在买不太建议了。不管它后面涨不涨都不太建议了。这是一个黄 K 滞涨的提醒，你不应该在黄 K 的位置去持续的买股票了。阿哲呢也是在前2期视频说了很多次，它出现了蓝 K 的突破，出现了均线的上坡，这些都是短线买点。
那么现在没有必要在这里去买，这里呢是获利兑现找获利点位的地方。黄 K 出现的时候呢，还说明它的风险有，但是还没释放。什么时候可能会确认呢？就是黄 K 消失而后红灯出现，这呢作为一个风险的提醒。更加直接的可能就是跌破最后的这根黄 K。我们看一下红灯何时会出现。红灯的点位今天要看到149，红灯的点位今天要看一下149.292。而我们的高点预测压力是153.128，关注这两个数值。一旦出现红灯，那么必须之前买进的一些仓位到这里要开始获利兑现，那么等待下次回踩飘带的止跌买点。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的走势出现了一个红灯，虽然没有黄 K， 但是它已经有了红灯。那么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三色 K 线，一般预示的变盘，它跟两色的不太一样。两色的回踩过程当中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一种买点的信号，一路的绿灯无灯，那么没有红灯，这就是看涨。到了我们本周周二出现了红灯，那么意味着这个绿灯后的行情到这里要开始减仓，要小心了。那么目前出现了三色的一个 K 线，怎么去分析？我们说三色的转灯，一般下一根 K 线作为一个方向性的变盘。如果今天是下跌的 Coin 的 K 线，那么说明变盘往下去变。如果是上涨呢，则往上去变。当变盘之后呢，我们要去找确定性的买卖点，这是一个关键。但截至目前为止，在变盘区间内不去开新的单，除非能够出现一个再次的上涨阳线，而后我们再去找新的机会。那么现在这里呢，要小心它再转为红灯，而这里它刚完成了一次上涨，我们可以尽可能休息一下，不要盲目的在这里再次转灯的时候去买进。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94.83，高点的压力409.25，关注这两个数值。今天如果能出现绿灯，那么其实就说明变盘，而后有向上的信号，可以作为一个买点。但是呢，仓位要注意控制，不要买太多。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看到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昨天虽然是一根长下影线，是一根阳线，但是它是一个红灯。红灯之后转绿灯是看涨的，那么绿灯之后转红灯呢？这个位置则是要看跌，则是要看它的回踩了。只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上涨的一个斜率不是很陡，所以它一直是在飘带附近运行，所以它很多时候它调不深。那么现在它是不是又调到了飘带中，而后出现了止跌？那么接下来你要关注这个位置是否能再次的出现飘带附近的买点，比如说红灯之后转绿灯，或者说仿包直接把昨天的缺口给补上仿包，那么也可以重新认为它止跌而后再启动。但它整体的趋势是不强的，所以可做可不做，只能说做一个方向性的参考。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39.175，高点的压力是245.63，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博通最近呢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跌，但是行情呢也不多。在前期回踩飘带时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是不是一直到现在没有一根红灯的出现？所以一路呢走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震荡的上行。我们要确定的是，它的波段一直是处于一个长时间中短期短波的一个上行，跟英伟达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英伟达呢弱了一点，它没有加速。那么现在是不是临近波段很靠近，所以它调呢也不太好调，它一调就有支撑，所以除非有明确的一个下跌阴线直接把这个飘带的上沿给砸穿，它目前呢是在273.1附近有支撑，直接砸穿，那么可能才会陷入比较明确的调整，否则这里呢它要么是震荡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发，要么呢可能就等一些利空的消息的产生去跌穿。所以博通最近我们很少去讲它的一个买点啊，它呢比较弱势，是一个震荡为主。所以当下来讲，你要选的话，也肯定是选去关注 AMD 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何时会出现一个红灯，比如说今天如果跌破275.32，它就会是红灯，281.16啊就还是会是绿灯。所以如果开始出现红灯了，那么至少从这一个绿灯开始到现在下一个红灯，你开始要止盈，开始要去减仓。而如果没有红灯，又因为短波的一个趋势是看好的，那么你可以呢去继续的持股待涨，等待它后续更进一步的表现。以上呢是关于博通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阿斯麦。
阿斯麦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跌。那么这种下跌，其实它不是因为它基本面出现了特别恶化的情况，只是因为在指引方面没有很明确，或者说没有指引，所以出现了这种抛售。那么这种下跌呢，大家注意，它其实面临一种变盘。那么这种变盘是什么变盘呢？我们看到这个 BBD 啊 ，BBD 呢出现了一个下穿。我们说 BBD 如果下穿，是不是说明它有可能是一个低点变盘？像上穿的时候就有可能是高点变盘。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天上穿的地方，它是不是一个十日星？十日星加上穿加左边有压力，是不是一个高点变盘的一个提醒？而目前这一天大跌，它大跌的原因呢，又是只是指引的问题，而它本身的公司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这一天呢，它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这个位置你知道它是低点变盘，但不能够随便去抄底。我们更希望出现低点变盘之后的一种现象，就是低点有支撑，高点被突破。所以这里呢，要么出现绿灯，你可以去尝试的去买；要么出现仿包啊，你可以尝试的去看涨。那么这是两种我们说可以去低点变盘博弈的机会，去博弈它的趋势的修复。所以阿斯麦呢，一旦确定了低点变盘，它的一个空间啊还是不错的，这种是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绿灯的产生，它需要什么条件？高点的压力是757.675。而低点的支撑呢是727.375，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还是一个红灯或者说无灯，那么就暂且先不要随便抄底，我们尽可能要确定一个绿灯出现，亦或者更强势的反包出现，那么作为比较好的抄底的一个迹象。以上呢是对于阿斯麦的一个解析。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苹果。苹果在回踩了一个波段的飘带之后，是不是出现了止跌？但止跌反弹的力度是不强的，它不构成一个启动买点。从前方的这一个副线之后，一直是一个红灯，没有出现绿灯，哪怕中间反弹了3天也没有绿灯。所以当前在这个飘带附近要有止跌的一个启动现象，你想要去买进的话呢，得要有一个绿灯，或者说有一个强势的反包启动阳线是更加明确的。我们看到预测的高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209.4，高点的压力213.16，关注这两个数值，突破213.16，又在我们的飘带附近，那么就是一个止跌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呢，它有些特别，它出现一个我们的蓝 K 信号。蓝 K 信号呢，刚才我们在说奢口时也讲到了，它是在一个趋势走好的时候，你要去特别关注的抄底信号。因为蓝 K 它的调整幅度一般是不深的，属于短调的一个极限。那么如果它是一个短调，是个回调，蓝 K 出现时，差不多应该就要有反弹或者说低点了。结合它的一个短波段，目前是走出了一个上行，是一个紫色的波段，所以支撑附近中期向上的时候出现短线的超跌，要关注这里有可能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根 K 线是蓝 K， 蓝 K 怎么样去买进呢？要突破，所以大家记得要突破蓝 K 的高点才构成买点，哪怕是绿灯也尽可能小心。我们要的是突破蓝 K 的最高价713.97，一旦反包阳突破，结合这个中期波段的飘带以及蓝 K 的信号，这是一个买点。而当前还不是，当前不要买，当前已经跌破了飘带，这是一种容易转向的趋势。它一旦这里不止跌，不是买点，那么我们的 Meta 就有可能在中短波走空了。所以这是要注意的，这里不能抄底，等待明确抄底信号才行。所以这里不用管它是红灯还是绿灯，你就等这一根蓝 K 突破就可以了。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STR 呢又在高位出现了一个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3色 K 线？三色转灯，下一根 K 线是方向。如果今天收跌，小心要往飘带的附近去回踩，去试探支撑了。目前底下的龙头引力也是处于波段的风险，再加上黄 K。是吧？所以这里的风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前面的低位是不是出现了一个3色转灯之后是上涨的，看涨之后回调下来找买点。那么现在上去之后呢，3色 K 线你就不要随便在这里去买了，开始要止盈，开始要去减仓，不要随便的在这里去买进短线的多单。这是 MSTR 整体我们的看待。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在450.73。而高点的压力在462.39，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的一个整体走势，在前面的红灯转绿灯回踩飘带之后，是不是走了一波反弹上涨？整体的力度只能说还行，不是很强。
甚至弱于很多科技股。整体在一个紫色波段附近是一个上创跳下跳，所以你会发现它就走不出强势的波段，它经常呢会跌破这一个飘带。那么最近出现了支撑后的上涨，是一个可以把握的上涨，但它在绿灯之后已经连续3根 K 线没有出现灯了，就说明它虽然在上涨的区间，但是短线在走弱，就只等待空方反攻而已。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83.425，高点的压力是185.68，关注这2个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在走出了3小顶之后，出现了一个价格结构的破位，而后是不是也是防守阴线，又是一个红灯？所以目前的亚马逊属于在昨天的这种市场抛售之后啊，没有人资金再重新去抄底它了。所以有一些个股能出现长下影线，指数也有长下影线，但昨天亚马逊没长下影线，那么它就属于有点被资金短线上抛弃的个股。所以当前呢，它是临近这个趋势的多头飘带，所以有支撑不假，但是它也有机会持续的调整了。底下呢出现了下穿 K 线，有机会是低点支撑，但是关键在于，如果有价格把它的低点给跌破，就说明这里是调整的一个中继，不是低点。结合这里是个防守阴线，所以亚马逊不用管红绿灯，今天或者说之后短期2、3天之内要收盘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只要它突破，就说明昨天的下跌只是砸盘，那么重新构成买入信号，又是低点变盘，直接看涨。但在此之前，只要防守阴的高点不破，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要去买亚马逊了。我们短线要关注下一个止跌后的买点，这里还远远没到，所以要么这里是砸盘直接走强，我们再去买进；要么就等待调整结束，止跌再去买。目前先陷入一个观察的短线周期。这样整体的波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亚马逊大概率调整也不会太强，只是这里不适合短线交易。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SMCI 呢，它的趋势慢慢是在走强的，因为它回踩飘带呢，慢慢的是不去碰到飘带了。前面这里回踩飘带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一个买点，而后这里呢已经不踩飘带，那么重新走出了高开高走的阳线，昨天呢也确实有一个长下影线的阳线，所以整体来讲跟指数同步，整体还是比较强势的。那么阿哲呢也是相对这个波段上是看涨的，它呢也确实在中短波上呢一直保持紫色带，所以这里呢保持波段看涨，我们最好维持绿灯，不要出现红灯。如果红灯的话呢，就要再次去踩一踩这个飘带了。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 52.32， 高点的压力是 54.189， 它的短线和趋势中期来看都还是比较强的。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台积电呢是最近刚刚出现买点，在一波回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回踩飘带，而后转为绿灯，是不是跟前面这里一样，回踩飘带转为绿灯是一个买点？所以当下呢是在一个震荡回踩之后重新转为绿灯，所以这一根 K 线周二的时候台积电是一个买点。那买入之后呢，目前就保持绿灯，保持看涨，不是红灯。我们在红灯之前呢就维持看涨。这里因为飘带离得比较近所以整体来讲它的风险也不算大。你呢可以把这个绿灯买入 K 线的低点可以作为防守位，短线的防守。波段上呢目前也是看涨的，因为飘带是紫色的离得比较近，所以波段呢应该属于一个启动位。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35.855，高点的压力是 240.015， 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呢就是7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